这次我同时测试了4只三星的手机 ，Z Flip 7 F1、Z Flip 7，还有就是 S25 Edge 和 S25 Ultra 了。其实呀，最终到手价格是差不多的。那你会怎么选呢？是要选最新的这个折叠机，还是要直接上这个最强的旗舰机呢？那实测下来呢，我就只能说这个使用体验呢，真的是就差太多了。不管是日常的体验，还是打游戏，甚至连续航的表现呢，也让我觉得就是很意外吧。但这个折叠机难道就真的就没有优点吗？当然不是啊，很可能呢是你还没有找到它的真正的用法，还真的是就是有一个地方吧，是其他的手机完全比不上的。所以这支影片呢，我就会用5个我们最常用到的使用场景吧，带你一次性看懂这几只手机的差别。影片的最后呢，我也会根据我自己的就是情况吧，给出一个我自己的选择建议。那哪一支是真正值得买的呢？哪一支就最好避开呢？好了，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彼得森的频道。三星刚刚发布了就是最新的这个小折叠手机嘛 ，Z Flip 7 F1 和这个 Z Flip 7。然后说实话呢，还真的是就是蛮好看的，尤其是这个 Z Flip 7吧，就是做工感觉很精致，外荧幕也变成了一个全荧幕的设计嘛，然后边框呢也比之前呢都变得更窄了，然后摄像头和闪光灯的区域呢就开了3个孔嘛，然后整体看起来呢就感觉更干净了。但其实呢，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反而是它这个内荧幕的这个比例跟耐用性了。Z Flip 7是21:9嘛，虽然和现在最主流那个19.5:9的比例相比呢，左右呢还是就是比较窄一点嘛，然后上下的距离呢会比较长，但是呢已经很接近就是一般手机的那个观感了。日常使用呢，你不会觉得它这个荧幕的比例是不好用的。但是 Z Flip 7 F1 呢，就仍然采用了一个就是 Z Flip 6的那个设计嘛，然后内荧幕的比例呢仍然是22:9。然后你打开之后呢，拿在手上呢，就总感觉像握了一个细长条的遥控器一样。那横着看影片的时候呢，左右两边呢就会有那个厚厚的黑边嘛，其实呢是很不好看的。而耐用性方面呢，今年其实也是有提升的。我看网上说 Z Flip 7可以折叠50万次都不会坏掉。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吧，我们每天都折个比如说100次，那就可以用超过10年以上。那要每天折200次的话呢，也能够超过6年。也就是说，你正常用的话吧，你的手机用到退休的时候呢，也不会把这个荧幕给它折坏掉。那这一点呢，就终于让我们放心了。只可惜就是中间这一条折痕呢，虽然不是很明显了，但是它并不是完全消失。就是你如果从正面就是看的时候呢，几乎是看不出来的。但如果稍微有一点点角度的时候呢，还是能够看到就是中间那一条折痕的。那如果对这个折痕比较在意的朋友呢，我就建议就再等1年吧。明年 iPhone 不是也会出折叠机嘛？然后号称是使用完全没有折痕的荧幕，而这个荧幕呢，就是由三星独家供应的。所以说明年三星自家的这个折叠机很有可能也会用上这个完全无折痕的荧幕了。防水防尘的方面呢，其实也是有遗憾的。Z Flip 7和7 F1 呢，就只有 IP48嘛，就只能防泼溅水，还有就是防一些大颗粒的灰尘了。不像那个 S25 Edge 还有 S25 Ultra 可以做到 IP68，就是可以做到完全的防水防尘，甚至你整只手机丢到水里呢都不用担心。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折叠机的内荧幕呢仍然是非常软的，你只要就是用指甲稍微给它刮一下，就会留下一个痕迹了。那硬币什么钥匙就更不用说了，不论是 Fold 还是这个 Flip 其实都是一样的。那这一点呢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了，我们就只能是小心使用了。不过它也有一个就是真的很好用的设计，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机吧就给它这样折一半，给它放在桌子上，你就可以就是直接自拍或者就是跟别人视讯嘛，就完全不用支架了。那这一点呢，一般的手机呢还真的是做不到。那我在咖啡厅其实是测试过一次的，真的还是挺好用的。折叠机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放在桌子上这边嘛，然后就不用任何的支架，然后它用这个镜头呢就可以跟别人去视讯，或者你想录影录一个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日常使用的效能的测试吧。今年这个 Flip 7呢还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它使用了三星自家的这个猎户座2500晶片，是三星自家首款3纳米晶片了，同样也是旗舰级别的配备，和高通的这个 Snapdragon 8 Elite 还有苹果的 A18 Pro 嘛，理论上来说呢应该是同一个级别的。
这个 Flip 7 F1 呢，则是用上了上一代的旗舰芯片，就是猎户座2400了。而去年的那个 Flip 6呢，其实还是在用高通的 Snapdragon 系列的芯片的。那么这个问题呢也就来了，这个三星的芯片真的靠谱吗？性能啊、发热呀，还有就是续航啊，真的会够用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吧。首先就是 CPU 和日常使用的部分了。那如果光看跑分就知道，这颗晶片的这个效能吧，跟高通啊，还有苹果呀，还真的就是差了一大截了。那我们先看就是对日常使用影响最大这个 CPU 的单核性能吧。我们先抓一个基准来看，就是比如说吧，我们把这个 Galaxy S25 Ultra 它这个 Snapdragon 8 Elite 呢当成就是一个基准，它的单核心的跑分是3070分嘛。那目前这个分数呢，在安卓机里面已经是数一数二的最强的了。那再来看这个 Flip 7吧，差不多呢就只有 S25 Ultra 一半左右的分数。而那个 Flip 7 F1 呢就更惨了，大概就只有 S25 Ultra 的40%了，而 S25 Edge 的分数呢都能来到 S25 Ultra 的95%左右。换句话说呢，虽然这个 S25 Edge 是4只手机当中里面最轻最薄的，但是日常使用呢，其实跟 Ultra 的就是体验呢是差不太多的，也都比两款折叠机呢要强太多了。这个性能的差距呢，也会直接反映到就是网页浏览的流畅度上。S25 Edge 和 Ultra 呢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这个 Flip 7呢就明显弱了一些了，但是最糟糕的仍然是 Flip 7 F1 了。那这个分数和另外几只手机相比呢，就真的差太多了。更不用说这个 Flip 7 F1 呢就只有8GB 的 RAM 嘛，也就是记忆体。那如果你之后要跑一些什么 AI 的功能啊，或者是开一些多工处理啊，那这个很可能呢一下就被吃满了。讲完了日常，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打游戏的表现究竟会怎么样。那如果我们只看这个 3D Mark 的跑分的话呢，你会以为这个 Z Flip 7的 GPU 好像感觉还不错嘛，它的分数甚至已经超过了 S25 Edge 了，稳定度呢也是不差的，最低的分数呢也比 S25 Ultra 呢也没有差多少。但是游戏实测呢，其实才是真正检验的关键了。我就直接用这个原神开一个最高画质，然后就在地图上给它跑图嘛。那这两天就是北美这边吧，就是其实是很热的，室内的温度如果不开空调呢，都已经跑到30度以上了。所以我就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吧，就看看这几只手机的散热效果究竟如何。这两只折叠机呢，一开始其实还是行的，就是都能够跑到60帧嘛。但是结果没跑多久呢，就扛不住了，然后就掉到30多帧了，甚至有时候还会掉到20多 FPS。反而这个 S25 Edge 呢，它的表现是相当的稳的，平均帧率呢在50帧以上，然后只是偶尔掉到40多帧。S25 Ultra 呢就更不用说了嘛，就是稳定流畅的运行这个最高画质的原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你就奇怪了，你看这个折叠机明明它跑分感觉还不差嘛，那为什么一打游戏的时候就不行了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在于这个游戏软体的优化上吧。要知道这个 Snapdragon 8 Elite 芯片嘛，在很多的手机上都在用嘛，那开发者们自然呢就会特别的给它做一些优化。所以用 S25 Edge 打游戏的时候呢，即便这个散热不好，然后芯片已经过热了，但是还是能够靠着优化维持住一个不错的帧率。但三星猎户座这个芯片呢，连三星自己都不是太常用嘛。那其他的手机就更不会用了，那开发者呢就不可能就是单独为了这两款折叠机专门花时间给它去做那个优化嘛，那游戏的体验呢自然呢也就很糟糕了。当然了，如果你只是拿来玩一些什么三消、消消乐一类的游戏，或者就是打一盘炉石传说这种的，那这两只折叠机呢肯定还是能玩的，虽然流畅度呢还是比不上 Ultra 了，但是游戏的体验呢还是能够接受的。只是这个大型的 3D 的游戏呢，我劝大家就不要买这个折叠机来玩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续航和电池充电的部分吧。那这次这个 Flip 7呢，让我真的是觉得有点惊讶了，就是它这个续航呢，居然意外的超强的。播放 YouTube 视频 ，Flip 7可以撑17个小时19分钟 ，S25 Ultra 呢是16小时55分钟 ，S25 Edge 呢就只有13小时58分钟了，然后 F1 呢就是最短的，就只有13小时38分钟了。看来这个三星的猎户座2500晶片呢，在应对这种比较低功耗的场景的情况下呢，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日常使用的话，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折叠机的续航不够用了。但这个 F1 呢就不太行了，续航呢还不如那个超薄机型 S25 Edge 嘛，那这个呢其实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再来看原神这个挂机测试吧 ，Flip 7呢撑了快6个小时了，其他几只呢都是在5小时出头嘛。表面看起来 Flip 7呢它的续航是最好的，但是你别忘了，这只折叠机呢它在打游戏的时候会过热降频嘛，实际上呢是跑30多帧撑了6个小时，而 Ultra 呢是跑60帧撑5个小时。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肯定还是会选择 Ultra 的。充电速度呢，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吧。那这4只手机当中呢，就只有 S25 Ultra 是支持45瓦的快充的，另外3只呢就都是25瓦嘛，所以充电速度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差距的。总的来说吧，综合的使用体验 ，S25 Ultra 呢肯定还是最强的了，续航时间够长，然后充电也是最快的。但是 Flip 7呢，其实也并不算差了，至少续航呢还算是比较给力了。但是另外2只的续航呢，其实就不太行了。好，说了这么多，好像这个折叠机就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嘛，除了续航还比较可以之外，那日常的效能啊、打游戏啊，还有整体的这个耐用性嘛，就好像都不太行了。那它真的有存在的意义吗？还是说它有什么隐藏的用法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呢？其实你还真别说，还真的是有。这就要说到折叠机的这个真正的用法了，那就是用来自拍。它可以用这个主镜头来自拍嘛，然后用外面的那个外荧幕呢作为一个监看画面，就是构图啊什么的。那画质呢肯定比 S25 Ultra 的自拍镜头是要好的更多的。我来给大家对比测试一下。好，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视频是用三星的 S25 Ultra 的自拍镜头来拍摄。它的好处就是因为下面有一个荧幕可以监看嘛，然后上面就是摄像头。但是问题就是因为它这个摄像头的清晰度呢，就只有1200万像素，我记得是，所以说它其实清晰度并不是特别高。好，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视频呢，是用三星的 Z Flip 7的后边的主镜头来拍摄的影片。然后因为它是折叠机嘛，即便我们用后边的这个主镜头，它外边的这个小的荧幕也可以作为我拍摄的时候一个监看荧幕。那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容易顾及到整个画面的构图啊，拍的好不好看呢？人物有没有在中间啊，就比较容易就是照顾到嘛。虽然它后边这个主镜头是5000万像素，没有现在就是 S25 Ultra 还有 S25 Edge 的2亿像素来的那么的夸张，但是问题是比那些手机的自拍镜头的1200万像素肯定还是要好上不少的。怎么样？这个应该还是能够明显看出这个画质的区别吧？虽然 Flip 系列呢，它整体的拍照能力是不如 Ultra 的，甚至呢还不如 S25 Edge 嘛。但如果你是一个自拍族、短影音的创作者，或者呢就像我一样，就是偶尔需要外出拍一个 vlog 什么的嘛，那这只折叠机呢，还真的是挺神奇的一个存在的。尤其是对于就是这种艺人团队来说，因为没有人帮你监看画面嘛，那你用这个外荧幕呢，照样就可以拍出清晰又好看的画面。那再加上我前面提到的，还可以折一半，就是放在桌子上面自拍嘛。那我就真的觉得这个高清自拍呀，就是三星这个 Z Flip 系列的真正的用法了。当然，如果你想要一只拍照最强的手机吧，那不用说，肯定还是得选这个 S25 Ultra 了。它有4颗镜头嘛，5倍的长焦距，然后主镜头还是2亿像素。这个 Z Flip 系列呢，就完全比不上了。甚至连 S25 Edge 呢，也有2亿像素的主镜头嘛，那整体的拍照效果呢，也应该是比 Flip 要来的更好的。所以，如果你不是自拍，而是拍一些什么风景啦、拍小孩或者是拍宠物一类的吧，那还是老老实实的去选择那个 S25 Ultra 吧。最后我们来就是简单的做一个选购的建议吧。那如果你是追求一个最强的效能、拍照还有就是续航的全面到位的一只手机，那 S25 Ultra 呢肯定是首选了。而且现在的价格呢，其实已经开始就是跳水了。前2天美国这边就是亚马逊的会员日嘛，这个价格都已经低于$1000了，折合还不到3万台币。那这个价格入手这只手机呢，想想还真的是超级划算的。S25 Edge 呢，虽然在拍照和续航上呢是有一定的取舍的，但是手感好呢是它最大的优点嘛。你用过那一只之后呢，你用任何其他的手机都会觉得太厚太重了。之前我其实已经做过一期完整的对比影片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是可以点击这边呢去了解一下。Flip 7呢就很适合就是艺人团队的这个创作者了，或者就是平常喜欢自拍嘛，然后就拍一些自拍的美照发到这个 IG 啊或者 FB 上面。那你用折叠机拍过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跟一般手机的自拍镜头相比呢，是要好用太多了。而今年这个 iPhone 17系列自拍镜头也会升级成一个2400万像素的，那自拍的体验会不会也全面提升呢？那到时候呢，我也一定会测试给大家看的。至于那个 Flip 7 F1 呢，这支呢，说实话就有点雷了。就是它的价格其实也并不算便宜，$799的起步价呢，其实只是一个128GB 的版本嘛。那如果我们选择256GB 的，其实跟 Flip 7的价格呢已经差不太多了。
那说真的，其实就不如直接去买那个 Flip 6了，就是去年的旧款的，至少还有高通的晶片嘛，价格也是更便宜的。别忘了我们正在进行的25万订阅的 iPhone 17抽奖的活动，如果还不了解的朋友呢，记得去说明栏当中吧，去看一下详细的规则。谢谢大家观看，我是彼得森，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